好，各位小伙伴，接着的话呢，咱们来看第二问题，Langchain 是什么？首先呢，映入大家眼帘呢是这样一张图，这呢是 GitHub 上 Langchain 这个项目的start数量的一个变化。那我们看到呢，经历过2023年一个暴增之后呢，后续呢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。那么这个曲线呢，跟咱们下边讲的这几个阶段啊也是吻合的。首先呢，提到了它是2022年10月份诞生的，是由哈佛大学机器学习工程师哈里森·蔡斯首先呢进行创建的。那有印象的小伙伴呢会发现它比 ChatGPT 的出现呢是不是还要早1个月呀？OK， 这个名字呢叫做 Langchain， 来自于2个单词，首先呢是 language， 叫语言，下边呢叫做 chain。这个语言呢就指明了它针对的是大语言模型，对吧？ chain 呢其实就体现了它的设计理念。我们开发这样一个框架，然后呢把大语言模型跟各种各样的计算资源、数据是吧，一些这个功能组件结合在一起去构建 AI 应用。这就是它的一个设计理念啊，其实挺好的啊，很清晰。然后呢，第二阶段呢叫做探索期，对应的时间呢就是这个时间段啊。那么这时候呢，主要聚焦在一些基础的功能，比如说提示词模板呀，关于这个 chain 的体现呢叫做 LM chain 啊，这样一些基础模块的构建上。那么这时候呢是它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，因为其他的框架呢现在还没有出现啊，所以它这块呢就快速的增长。OK，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叫做体系化的一个阶段。那这时候呢就出现了我在上一个 V0.3 这个版本当中给大家呢去讲解的一些模块了，比如说像工具的调用啊，包括 RAG 构建知识库，还有呢我们提到这个 agent 啊，你看这个 agent 呢，人家在23年是不是就提到这样一个概念，包括呢还有 API 的支持。咱们在国内的话呢，是不是2025年的下半年具体呢才开始企业落地了，是吧？所以呢人家这个框架呢还是比较超前的。OK，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呢，还推出了叫 Langchain Hub 和这个 Langsmith。Langsmith 这也是一个框架，方便呢我们进行这个构建这个智能体的过程当中啊，进行一些监控和运维啊，这是 Langsmith。然后第4个阶段呢，进行平台化的一个阶段啊，这时候呢就提到了一些新的框架，比如说 LangGraph 去构建更加复杂的智能体，还有呢 LangServe 啊，这呢是提供这个 RESTful 风格的这个API 的啊。你比如说我们如何用 Java 程序去调用Langchain 呢编写的这个智能体的应用呢？那么这时候呢就需要用到这个 LangServe 了。OK， 那么至此的话呢，整个这个生态呢算是告一段落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呢，版本2025年上半年这个版本呢，对应的还是 0.3 啊，还没有推出这个正式版啊。那么在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正式推出了 1.0 的版本，而且这个时候呢还推出了一个新的框架，叫做 Deep Agent， 官方定位呢叫 Agent Harness。相当于如果我们要构建更加复杂的、集成度更高的智能体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使用这样一套框架了。OK， 那么至此的话呢，整个 Langchain 的生态呢就说完了。大家会发现呢，我们这堂课呢讲的或者这道视频啊讲的叫 Langchain， 实际上呢是我们狭义上讲的这个 Langchain 的框架。那么广义上的这个 Langchain 呢，它是一个家族。那么这里边就会涉及到，比如说 Deep Agent 呀、LangServe 啊、LangGraph 啊，还有这个 Langsmith， 包括 Langchain 本身，这样的几个框架共同构成了 Langchain 的家族。OK， 那关于这个家族的这些框架呢，具体是怎么用的，我们一会儿再说。下边的话呢，我们再提一提这个 Langchain 2个重要的版本。那么在2025年这个下半年之前，一直呢都是0点几的版本，这个迭代速度非常慢啊。然后呢，下半年才更新成了这个 1.0 的版本了。那么在之前这个版本当中啊，大家的整体的观感是什么呢？就是既爱又恨。这个不用吧，这个有点可惜，毕竟是一套不错的框架。但是用吧，你发现它里边的问题又很多。这里边就提到了，大家呢戏称为叫版本碎钞机啊。这个话怎么讲呢？比如说呢，出现了大量的这个相关的 API， 出现之后呢，没多久就直接呢被废弃了啊。那这块你说用啊还是不用啊？这就很尴尬哈。后边呢他还推荐了你去用 LangGraph， 就成这样的局面。然后另外来讲呢，这个大模型的迭代能力啊又非常的快，导致呢我们很多一些过往的一些工具啊、一些模块呢，可能在新的这个大模型的场景下呢，没有太多必要性了。等等这样一些问题，整体的感觉的话呢，我这儿呢列了一张图，比如第一个问题啊，叫文档混乱啊，更新滞后，这个事儿怎么讲呢？你会发现呢，就是这个 Langchain 它更新速度随着这个大模型的变化，它也很快啊，2-3天可能就会出一个新的版本，但是呢，这个2-3天这个 API 更新以后呢，它的文档却没有及时的更新上啊，所以这时候你看文档进行学习的话呢，就非常的吃力啊，尤其对于新手来讲呢，不太友好。第二呢，叫做过度的抽象啊，调试困难。这个怎么来讲呢？就是我们在进行相关功能调用的时候，你发现呢，Langchain封装了一层又一层啊，一个简单的功能我们竟然都需要10多个类啊，这导致呢我们在调用一个功能的时候呢，它的执行时间呢会比较慢啊，这个体验呢就非常不好。那第三个呢叫版本不兼容啊，你今天写的代码，下个月呢 Langchain又升级了，升级了结果导致呢跑不通了
所以呢，整个这个阶段当中啊，Longchat 的开发者的规模呢，其实是在出现流失的，大家的吐槽是比较严重的啊。包括呢，我录制这个 V0.3 这个版本的时候呢，其实心里边也有点打鼓哈。这个录制完以后，这个大家还用不用啊？是吧？啊，因为当时的话呢，这个 Longchat 的问题确实很多啊。但是呢，现在来看的话呢，我们非常坦然的啊，非常自信的说，Longchat 呢 1.x 这个版本出现之后啊，非常值得大家去使用。所以呢，下边就提到了啊 AI 开发的新范式。那在25年的10月20号啊，推出了正式的版本啊 1.0。同时的话呢，这个 LangGraph 呢也进行了一个升级。OK。然后这里边呢，这个Longchat 呢，它底层很多呢封装的 API 呢都是放到这个 LangGraph 里边了啊。这呢是 Longchat 呢这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哈。OK。官方呢也承诺了，在2.0这个版本出来之前呢，不会像之前的版本一样啊进行这种破坏性的更新了啊。同时呢还融资了是吧？相当于它未来呢会更有前景。行，那这个事儿呢我们就说完了。下边的话呢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对比，0.3的版本和1.2的版本，我们到底都升级了哪些东西？我想啊这块就不进行细节展开来讲了，因为大家毕竟还没有学习1.2，包括呢很多小伙伴呢也没有学习过0.3，所以讲这个事儿呢意义不是很大啊。但是呢我们能够看到呢，确实做了很多的改变。以前呢我们叫 Longchat 叫 Chat，这个大家如果接触过0.3那版本的话呢，我们用过这个管道符一样是吧？这样一个符号呢去链接提示词模板呀、大模型啊，包括这个输入解析器啊等等的。但是现在的话呢，我们这个思路变了啊，虽然还叫 Longchat， 但是其实呢，它已经迭代为智能体的一个框架了。所以有人也戏称啊 ，Longchat 应该叫LangGraph 2.0 是吧 ？OK 啊，那关于这个 agent 的构建的话呢，跟以前相比啊，也有更加这个统一的方式了啊，包括呢，我们这个关于工具调用方面呢，用 Pydantic Schema 啊，包括呢我们这个结构化输出方面啊，也有很大程度的一个改变。啊，包括呢中间件啊，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变化等等，我就不去细说了。咱们在讲解这个新的版本的时候呢，都会提到这样一些东西。好，这里边要求呢，大家呢后续我们安装这个 Longchat 的时候呢，这个 Python 版本啊需要注意一下。